根据斯芬克斯的说法，纪晓宇在钱毅死后就开始同时兼职3、4份工作。几个月里，他一直从早到晚超负荷打工，平时回家的时间都是在晚上11点半左右。不过他2天前忽然辞掉了所有工作。有可能。好，我也会说自己是接到委托来调查贝多借贷公司的套路贷一事，准备帮委托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。如果他想提起民事诉讼的话，应该会愿意和我们谈谈。我知道，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他的事。你好，请问你是纪晓宇小姐吧？哦，我是一位私家侦探，受人委托调查贝多借贷公司套路贷的案件。这起案件不久后就要开庭，我的委托人打算收集证据，提起民事诉讼。纪小姐，我可以向你询问一些情况吗？根据你提供的线索，也许能找到一些新的调查方向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想要我当证人，还是写证词？我都可以。只是我姐姐过几天要下葬，请不要影响这个时间。不好意思，纪小姐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请求，我们可以就事件的经过和你好好聊聊吗？当然，我知道这会让你想起不愉快的事。跟我来吧。我猜你们是想问我为什么会被套路贷吧？是有些这方面的问题。因为我想买东西，但还差2000块。我怕自己忽然买这么贵的东西会被同学非议，所以就没有和同学借。我当时想，等下个月打工的地方发工资时就可以还上，没想到后来就被套死在里面。因为还不上钱，他们说如果我肯拍张裸照，就再给我宽限一段时间，否则就立即告诉我姐姐和学校。我愚蠢的照做了，所以之后我更不敢告诉姐姐，也没敢报警。我姐姐为了我的名声，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报警。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？纪小姐，你曾指控钱毅和贝多借贷公司有联系，但警方调查时却发现证据不足。钱毅当时在整桩案件里都干了什么？他没有和那些借贷公司的人一起上门催债过。
他只是不断地提供我和姐姐的行踪给那些人。贝多借贷公司拿走我和姐姐的房子后，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但他们还不肯收手，说我还欠着他们钱，要我去酒吧 KTV 上班还钱，否则他们就向我和姐姐身边的所有人曝光那张照片。姐姐几次想带我搬家躲起来，但每次很快就会被他找到。找到你们后，他做了什么？哼，什么也没做。他只是在我们租房的附近出现，对我们做出得意的笑容，然后那些借贷公司的恶棍就会跟着找上门来。有一次，姐姐受不了了，求他放过我们，结果说我跟踪你们，把你们的行踪透露给贝多借贷公司，证据呢？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你可不能凭空污蔑别人。我只是刚好总能撞见你们而已，这可能是一种缘分吧。然后我只不过是顺口和认识的人提了你们2句而已。那你要怎么才肯不再和那些人提我们？我们所有的钱都已经被你们……季小姐，人也是财物的一种。据我所知，季小姐刚刚跳槽到一家大公司，年薪还不错。姐姐本来想搬到外地，但是我的学籍在魏明市，所以我们才一直留在这里。贝多借贷公司和钱一根本就是狼狈为奸，可最后警方却说没有证据，只能放过他。我听人说，这叫程序正义。正义到底是什么？季小姐，根据我的调查，你在钱毅死亡的前一天曾购买过管制刀具，也就在当天，你被警方开了携带违禁物品的罚单，并没收了刀具。钱毅因心脏麻痹意外身亡后，警方还对你进行过调查。那时一位警员替你作证，说他一直在暗中观察你，你没有作案时间。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当时应该是在跟踪钱毅的吧？对你们来说，这个人渣怎么死的很重要吗？不用解释，反正他死了，你们到底为什么查他，我也无所谓。不过你们白来一趟，我确实跟踪过他好几天，但并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。就算是有人杀了他，那也是替天行道。不用这么吞吞吐吐的，你们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。季小姐，据我们所知，你姐姐是在房产被贝多借贷公司强行收走时才知道整件事的。此后她一直心情低迷，后来因醉酒发生意外。我想请问你，你姐姐在得知套路贷一事后的详细情况，她有没有什么特殊举动？特殊？那种情况下，她怎样的举动才是不特殊呢？我姐姐以前一直是个很努力、很上进的人，工作和生活中都是。我爸妈去世那年，刚好是她考大学的那年。因为缺钱，也因为想方便照顾我，姐姐放弃了心仪的名校，去了普通大学。因为没有名校光环，她一直都学习工作的比所有人更努力。贝多借贷公司找到我姐姐的前几个月，她刚跳槽去了一家很有名的企业。
我们刚被借贷公司找上门后，姐姐她还每天故作精神的上班。但警方调查我姐姐死因时，找到了那家企业的人，我才知道，那些恶棍知道姐姐在大公司上班，就经常骚扰她，要她把工资给他们。姐姐不肯，那些人就在她的公司发辱骂我们的传单。姐姐在工作中错误频出，后来她就自请离职了。但你刚刚说她一直在故作精神的上班，那她出门是？我不知道姐姐后面每天还装作上班是去做什么。我猜，她只是不想在家看到我，想起伤心事。我有什么资格跟踪我姐姐？她想甩开我，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有个安静的地方，理所当然。我害了她那么多，还要连这点空间都不给她吗？不过，你说的也对，我也该跟着我姐姐一些。如果我多看看她，关心她，至少在她喝醉后能带她回家，她就不会出事了。可我那个时候只顾着自己的难过和羞耻，根本没替她考虑过。季小姐，我想请问下，你向警方告发套路贷一事后，都有谁找到过你？姐姐去世后，我就休学了。学校老师知情后来看过我几次，剩下的就是几个记者过来采访我，拍了拍照发新闻。等这件事热度过去后，就没人来了。不必了，我不需要赔偿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没其他问题了吗？这个箱子里的是？是我姐姐的东西。哦，我们能看看吗？你姐姐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在她知道套路贷一事后，就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了吗？有，我好几次看到她在一个黑皮手册上写东西，我不知道她写了些什么。每次她一看到我过来，就会立刻把本子藏起来。应该是写了很多恨我的话吧。她明明该对我发火，打我骂我，抛下我去别的城市生活，但她还每天在我面前做出坚强的样子。她也需要一个发泄口，所以我没有偷看过。那个黑皮手册还在吗？我没有找到，可能是她写完后就丢掉了，或者出事那天掉在什么地方了。这些纸箱，你们可以带回去慢慢看。我明天要准备我姐姐下葬的事，会很忙，所以现在要休息了，没办法等你们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些带回去。啊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小心查看，不会弄坏的。我提醒你们，我姐姐发生意外后，警方也拿他们做过调查，但没有发现什么。等一下，
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不谴责我？是我因为一时贪心想买贵的东西才借了钱，是我不够谨慎才中了套路贷的陷阱，是我胆小怕事，不敢告诉姐姐，不敢报警，才会越陷越深。都是因为我父母的房子才被骗走，我姐姐才会死。你们问了我那么多，为什么不骂我？为什么要一直用那种同情的口气和我说话？我明明犯了那么多不可饶恕的错。季小姐，这件事虽然因你而起，但所有不幸并不全是你造成的。你没听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但最终作孽的是苍蝇，可怜也好，可恨也好。我从不认为一件案子的关注重点要放在受害人是不是完美上。你也已经自我谴责的很多了。即使你姐姐的目的已经埋好了，你也不要急着做傻事。至少，等我们调查结束。你说什么？我觉得也许我们能找到那本你姐姐的黑皮手册。不管你刚刚装得多么不在意，但你其实很想知道，那段时间你姐姐在想什么，做什么吧。如果你们真的发现我姐姐留下的任何线索，不管是什么，不管他妈的话多难听，都请你们完全告诉我。我们会的。